此后5年之间，季主作为歌邑的使者，频繁往返于韩卓歌邑两处。韩卓歌邑看着季主年幼，对待季主完全没有防备，内外宫禁随意出入。韩卓玄妻此时已经下定决定要把天子之位传给歌邑，不料有人走漏了风声，被过交知道了。这个时候，戴宁和女爱已经到达过国多年了。两人刚到过国的时候，在城中扮作小贩，慢慢结交过交的岳父岳母。得到过交岳父的推荐后，戴宁被过交任命了官职，女爱也在过交宫中负责制作和修补衣服。两人殚精竭虑，做事尽心尽力，渐渐地得到了过交的信任。过交但凡有大事都要和戴宁商议。戴宁看到过国周围分封的诸侯对过交忠心耿耿，心想若要除掉过交，必先斩其羽翼，便劝说过交：今日大王武功盖世，周围诸侯无人不服，但是若是大王100年之后子孙再无绝世武功，只怕周围的诸侯会谋害大王的子孙。大王何不把周围的诸侯一个一个的废除，尽夺其地，则大王的过国一日比一日强大，即使到了子孙后世也再也没有忧患。过交性格暴躁好杀，听了戴宁的话，当即连杀数位诸侯，抢了诸侯的封地。周边的诸侯人人自危，都有了反叛的心思。女爱在宫里当差，秘密结交嫔妃和宫女，宫中女子渐渐的不论大事小事，为女爱马首是瞻。这天过交得到消息，天子韩卓要把天子之位传给歌邑，立即召来戴宁商议。戴宁担心过交若是杀了歌邑，登上天子之位，则无人能敌，因此劝说过交何不效仿歌邑，派遣使者常常侍奉天子和王后，如此得到天子王后的欢心，何愁不能继承大位？过交因此便派遣戴宁女爱为使者，前往都城朝见韩卓。不料季主和歌邑早就在韩卓玄妻面前散布谣言，说过交早就知道自己并非韩卓亲生儿子，打算杀了韩卓给自己父亲后裔报仇，登上天子之位。因此韩卓一见到过交的使者，当即大怒，要杀了戴宁女爱。危急之时，季主连忙跪在韩卓面前说，过交的叛逆之心路人皆知，何不对过交的使者严刑拷打，询问过交叛逆的详情？这2个使者要是不说，再杀不迟。韩卓当即下令由季主负责审讯戴宁和女爱。季主带着戴宁女爱在密室相会，3人多年艰辛，心中的压抑和苦闷无人可诉说，此番见面当即抱头痛哭，忽把3人互换情报，再次商议具体计划。计划商议好之后，季主禀报韩卓说，过交的使者已经承认了，过交打算吞并东方37国，联络北狄西戎，组成万国联军杀向都城，杀了陛下和歌邑，自己登上天子之位。不仅如此，过交还有很多叛逆之言，臣不敢多说。韩卓再三催促，季主方说，过交早就知道自己亲生父亲是后羿，自己天生武功高强，全是后羿半仙之体的遗传，绝不是陛下之子。陛下杀了过交的父亲后羿，抢夺了穷国的首都，奸淫了过交的母亲，过交兴兵为父报仇，天下诸侯必然群起相应，何况过交武功天下无敌，必然一战成功。韩卓听了季主的话，又生气又害怕，双手不停地颤抖，连忙问道，如何才能杀了过交逆贼？季主连忙推脱，让韩卓召集玄妻和歌邑一起商议。几人都怕过交武功高强，最后定下计策，决定使用反间计，使人重金贿赂过交的使者戴宁和女爱，让他们2人把过交骗到都城诛杀。2人回去之后，屡次3番劝说过交去都城朝见韩卓和玄妻，没想到过交早就把韩卓视为仇敌，竟然不愿去朝见。2人心急如焚，正是不知该如何是好之时。都城派来使者说，韩卓病重，只想临死之前再见过交一面。过交当即欣喜若狂，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，立即任命大将军陆交镇守城池，自己带着戴宁率领3000甲士前往都城。
过交到达都城以后，过交自己入宫朝见，让戴宁和贾氏在驿馆等候。歌邑亲率大军乘着过交入宫朝见的时候，围杀了过交的3000甲士。戴宁则偷走过交的军马，一夜之间跑回过国，召集过交的文武大臣说：过交有密令，大将军陆交已经投靠歌邑，打算谋反，要求大家一起诛杀陆交。文武大臣知道戴宁是过交的心腹，无人怀疑，因此大家一起把陆交杀了，帮助戴宁掌控了过国的内外兵马。戴宁执掌大权之后，立即诛杀过交的亲近心腹，严禁城中内外交通，又派人联络四弥，立即率领大军来援。女爱则在宫内吓唬过交的嫔妃和宫女，说道：有小人在过交面前谗言说宫中有过失，过交打算把所有嫔妃和宫女全部都杀了。嫔妃宫女本就信任女爱，再加上过交平时喜欢杀人，因此无人怀疑，全都信以为真。女爱又劝嫔妃宫女大家一起下毒，毒杀过交。过交死了，大家再无性命之忧。凡是有异议的嫔妃宫女都被女爱当场诛杀，剩下的一起调制毒酒毒菜，等待过交回宫。却说过交进入宫殿，刚刚进门就见到大殿之内有数百名甲士，大殿之外又有数千甲士一起杀了过来。过交猝不及防，竟然被刺中身体多处，当场大喊一声，左手夺来一根长矛，右手夺来一根长戟，双手挥舞，数千名甲士竟然被过交当场诛杀过半。过交一路杀到韩卓的卧室，单手把韩卓举在空中，说道：你能杀天子篡位，我又有何不可？当即把韩卓窜在地上，摔成肉泥。杀了韩卓之后，过交一路杀到玄期的寝宫，玄期见到过交泪如雨下，过交大骂说道：世界之父，私通韩卓，害死自己亲夫，有何面目活在人间？当即把自己母亲摔在地上，玄期全身骨折，气绝而死。杀了玄期之后，过交又出宫击杀还没走脱的甲士，发起狠来，一个也没放过，全部杀个干净。出城寻找戴宁和自己的3000护卫，只可惜怎么也找不到，又转身回到城里寻找歌邑，也没找到，于是便把城内韩卓的儿女以及亲戚全部杀了，晚上就睡在韩卓的寝宫，将韩卓的嫔妃依次奸淫。第二天起来，百姓四处逃散，城中已经空无一人。过交于是步行前往歌国寻找歌邑。歌邑早就得到情报，坚壁清野，城外一人不见。城门关得严严实实，过交进不了城，反而中了10多箭，在城外睡了一宿。次日，过交又回到穷国首都，把韩卓的嫔妃杀了个干净，这才觉得气顺，慢慢地向东回过国而去。到了城下，戴宁早就安排妥当，城中埋伏甲士，宫内准备毒酒毒菜，派心腹之人去迎接过交，说大将军陆交谋反，城里只剩下宫内奋力抵挡，还没有被攻破。过交大惊失色，连忙入城，果然城内不见一人。赶到宫城，嫔妃宫女全都哭泣着说大将军陆交谋反，城中百姓全都逃走了，只剩下宫内依靠城监门后，女爱率领护卫奋力抵挡，方才幸免。过交在自己王位坐定，左右嫔妃立即端上毒酒毒菜。过交连日劳累，当即大吃大喝，连吃了几10盘毒菜，喝了10几壶毒酒，突然捂住肚子大叫腹疼，呼唤左右却一人不见。过交此时腹疼燥热，想要饮水，只好自己前往厨房。那只女爱早就在厨房挖了一个大坑，过交一进门便掉了进去，被女爱用长枪连捅几10下，再加上毒发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杀了过交以后，女爱立即联系戴宁和四弥，大家一起把过交的尸体从大坑里勾了出来，砍下过交的人头挂在旗杆上，又把过交的尸体切成碎肉分给城中百姓吃肉泄恨，然后召集大军准备讨伐穷国。此时过交离开穷国首都后，穷国首都已经被歌邑占领，歌邑在冀助的辅佐下已经登上天子之位。戴宁四弥率领大军把穷国首都团团围住，穷国上下百官大小将领都以为是过交大军杀来了，无不胆战心惊。
记住作为歌邑的心腹，又是歌邑儿子的老师，悄悄联络掌管兵权的7位将军说，大军围城破城之后，我等死无葬身之地，不如杀了歌邑投降领功，还不失富贵。众人听了大喜，又一起去劝说歌邑的儿子傅由说，大王早就想杀你，公子何不杀了大王，率领我等投降，还不失为一方诸侯，否则城破，鸡犬不留，寸草不生。傅由早就想杀了歌邑，只是没有机会，看到记住和各位将军都支持自己，当即悄悄携带利刃进入宫内，杀了歌邑，斩下歌邑的首级挂在城头，和诸位将领一起打开城门，跪地投降。哪知戴宁率领大军入城，当即把傅由也杀了，首级挂在城头。记住带着大军在城内一路捕杀，韩卓歌邑的9族亲戚都被杀了个干净，唯独当年收留记住的门氏一族不仅免死，反而得了很多好处。大军在城内把所有财物兵器全部收走，又挖出后羿的尸骨和韩卓过交割义傅由的人头一起插在旗杆上，浩浩荡荡前往虞国迎接少康。这一年少康已经40岁了，在儿子记住、大臣四尼、戴宁等的拥护下，返回了夏朝故都阳翟，修集武庙，扫视诸陵，又增立先王4相之庙，修集宫殿和朝会诸侯的军台，布告天下诸侯，夏朝天子少康复国成功。9州诸侯听说大惊失色，纷纷前来朝见，拥戴少康为天子。第2年，宫殿武庙修缮完毕，少康交天其地，祭祀9鼎，在军台朝见天下诸侯，正式登上天子之位。从一个放羊娃到12岁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下定决定要复仇复国，到15岁被追杀无路可逃，再到20岁娶妻生子，再到33岁得到戴宁女爱的辅佐，最终在40岁历时28年复国成功。少康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有梦想，就有了成功的可能，而没有梦想，则没有一丝一毫成功的希望。好了，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想了解完整的中国历史真相，请点赞保存，从第1话开始观看。